真正的大国博弈的矛盾，其实不是我和对手谁搞掉了谁的矛盾，而是谁在和对手博弈的过程中内部不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核心点，对吧？大国博弈真正的矛盾永远都是谁能够更稳住内部，因为外部承压的时候，这两天我们有点承压，对吧？它一定是不好受的。我们现在在数据上面，今天也不是很好看，都是负的，是吧？但是呢，影响不大，也没有太多的体现，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和它的逻辑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内部更稳。而美国现在只能不断的去靠保住这个数据，甚至不惜像这种就业数据、非农就业数据去造假。真实的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假的吗？是他无法去真正的给出新的数据，或者是坦诚现在新的问题，然后去做应该做的操作，比如减少福利，比如集中国家的能力，他做不到，做了就会乱。那就决定了，其实大国博弈里面真正最有观测性的一个点，就是哪一方的人过得更好。这一点其实在美苏争霸的时候被验证过的，就是在美苏争霸的时候一个厨房的辩论，关于厨房的辩论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美国说，你看我们的主妇厨房里面全都是这个轻工业的产品，有冰箱啊，有这个烤炉啊，有很多的这个电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家庭更幸福，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程度更高。然后呢，相对来说苏联当时的轻工业不是不行嘛，包括这些小型的这个家用的工业品也不行，它就是做一些很大的，这包括去军备竞赛嘛，本来为数不多的资源都投入到了美国希望它跟它竞争的点，反而它自身应该补齐的短板，应该去追寻的均衡，它自己放下了，也就是说没有把握自己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那实际上现在我们的两方的情况可以说是正在发生对调。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怎么样，在21年的时候完成了脱贫攻坚啊，人民的医疗教育水平都相应的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两天有新闻，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见啊，就是我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79岁了。在我们这么大人口的基数的国家，能够平均提升人口寿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就是往里投钱啊，或者是这个简单的说资源给一些倾斜就能实现的，这绝对是在整个的医疗链条上面真实的投入，尤其是在一些弱势的，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的地区加大投入，才可能实现平均寿命的增高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其实在内部的稳定和凝聚这个事情上早有准备，而且做得很好。那美国现在我就说了，什么是战线，对吧？他要是要到饭了，国内还会不会动乱成这样？如果福利可以保证，如果大家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也不至于从洛杉矶到波特兰到芝加哥到华盛顿犯罪率飙升，然后已经需要到国民警卫队评判的这种程度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战线，就是对两面都承压。这个循环虽然我卖不出去，但你也买不着东西啊，也可以说是高血压大战低血糖，这也是一种啊。那就看两边谁稳得住呗，都承压，都不舒服。那现在很明显就能看出来，美国实际上现在真正更大的问题啊，都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两党之间真正的问题是影响政策的长期性，以及真正的如果真的有盟国愿意去给他投资，这个投资的收益问题。因为一个制造业的投资4年肯定见不出东西呢，万一你换届了，你就一定会把之前对方要做的东西摁死，把对方的功绩变成他的罪责嘛，对吧？所以其实两党现在限制的是工业再回流这块，限制的是制造业发展这块。而它真正内部的比较可怕的矛盾是什么？是这100万美军现在的军饷开始成问题了。大家也知道，对不对？石油滋生美军，美军自己内部的利益链条是非常复杂的。川普第一次去查账没查明白嘛，然后铩羽而归，现在都上小学了，应该当时去查账的，他就一直在想要跟军方搞好关系，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连国内都喂不饱，怎么喂饱军工复合体和后面的这100万的军队呢？这其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啊，现在这个影响还潜藏在美国的危机之中，还没有被爆发出来。然而呢，这个危局我觉得可能是根本性的，最后决定双方博弈结果的那一个点。只要保证他一直穷着，他就一定会因为自己不断扩张的这个 army 的问题被反噬掉。曾经的天兵天将没有犯了之后是什么？是流寇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其实在整个外部来看，美元的计价的资产其实是在不断贬值的。今年美元指数已经下降了接近9个点了，8.9%了，8.9%。但就在这个同样的情况下，对吧？权贵们在疯狂的敛财，这不就是民国时代的4大家族吗？现在它都不止4个家族，现在美国国会里面几乎你能找出来好几百个，人家是1万亿的军费，小看谁呢？对不对？今年已经花超了1万亿的军费，花不出工资来。对，这个讨论的就很好，一样的。你看，从军队到他的政府要员，到国会议员，每一个都吃得盆满钵满。然后呢，他现在的真正的国内的持有权益类资产的，他的财富真的在增加吗？这其实都是锚定的点。换句话说，你财富增加，你买得到东西吗？这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啊？所以啊，我们啊现在的博弈啊是以战略性的博弈策略。早年是谁这么干？谁以战略性的博弈策略为主啊？就是美国呀。
他还记不记得奥巴马在的时候怎么玩，拜登在的时候怎么玩？他追求的都是一环一环的长期的利益，利用一切自己的盟友的这样的集体的优势，利用自己掌握着全球贸易秩序的优势，利用着自己币源上的优势、货币上的优势，把每一步棋都环着你，给你围堵着下。但是呢，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开始以这种博弈策略来做事儿了，对吧？今天说在 WTO 起诉印度，说他进行这个电池补贴，这不就是该有的矛盾要有，基于原有的这个规则，但是我们也不跳出，我们本着一副说我也愿意受规则约束的这样的姿态，这不就是曾经美国干的事儿吗？就是他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干的事儿吗？而现在特朗普的这个到处去敲竹杠，其实就是一套交易的策略，而不是博弈的策略。那交易的策略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啊。这其实跟政治家与商人不算有直接相关性。虽然特朗普有这个特征，但是大家看他对阿根廷的操作并不像一个商人，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无知的，而是他手里真的没有可以用来博弈的杠杆了。博弈是需要杠杆的，你是需要不断的给其他你需要用的地缘利益去交换你的现有的利益的，你才能用得动啊，对不对？中岛为什么想跟我们合作？因为跟我们合作有收益啊，那不然呢？对不对？特朗普要格陵兰的时候，跟丹麦就是说一声啊，啥利益也不给啊，那能一样吗？所以啊，真正的原因啊，是我们有资源，而他没有，这个就是战线。你手里掌握资源，人家才会跟你做交换，做交换，你的地缘利益的格局才会打开。实际上，地缘的宽松是让你来判断咱们手里到底有没有牌的一个根据。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肯定不如一个国家、对方的外国的一个政治体信息更多，对不对？这个政治体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时候，这一国就算没有多少聪明人，他最聪明的人也都来想这个事儿了。到底值不值得？到底有哪些利好？到底有什么利益可以让我冒着被美国锤的风险？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在判断战线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学会拿这些地缘上的特征来做参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内部的环境的缓和，其实跟我之前提过很多次，18年中美经济断钩，第一次脱钩断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把很多当时用来补贴给外贸这部分的被人抽血抽出去的利益放到了自己国内，就开始搞福利、搞基建，尤其是这个医疗基建、教育基建。说的这个，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医保啊，包括我在深圳现在这个儿童医保啊，做的都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好，是不是就从那个时候逐渐开始的规范化、全面化的？而美国呢，你看看是不是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始严重的、越来越严重的通胀？那通胀本质上不就是钱相对于物变多了，不值钱了吗？那物哪儿去了呢？就关于这个物哪儿去了呢？今天这个我看见一个霍普金斯的这个一篇研究，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啊，真的是已经魔怔了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学会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经济学的这个怎么说呢智库。然后呢，有这么一位叫做 Robin Brooks 啊，搞了一篇美国赢麻了的分析，又是图又是数据啊，这个做得很漂亮。说啊，这个贸易战啊，美国赢麻了。它的立足点非常的奇特。他说呀，你看今天啊，中国发布报告了，说它的这个外贸出口在节节的升高。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啊，我们的外贸出口的数据是在升高的。说呢，但是呢，他假定全世界的需求没有改变，而美国这部分这么大的需求又不见了，他又卖了那么多，他肯定是亏钱卖的，或者是说他这个一定是不赚钱的。他假定是美国这部分买的少了，全球的需求都不增加，而现在实际的情况是全球的需求在增加。只要我们开始逐步的掌握工业品的定价权的时候，全球的需求它就在增加。而且随着我刚才提到的大家的地缘站队越来越多的货物交易以人民币结算的时候，我们就摆脱了被整个的这个外汇体系吸血一次的过程。能懂这个道理吗？我们既然没有了被美国吸血的这一轮过程，都以人民币计价的嘛，对吧？那么其实我们相当于说还有可能是多赚了的，因为没有了额外的这个铸币税嘛，相当于美国其实通过美元对全球征铸币税了，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的这种态势，美国为了能够赢学的来分析，已经到了一种睁眼说瞎话的地步了。这可是布鲁金斯学会给出的一个分析，就是他认为我们的经济又要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出口在变好，可是全球的这个需求不会有增加，而美国呢又没有给它释放需求，所以我们一定是亏本的。只要再让我们亏本卖一阵子，我们就要完蛋了。这就跟早年他们通过 SWIFT 的体系发现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交易量在下降，他们有一阵子开心坏了，他们觉得很好，说明围堵的有效果。后来发现哦，不是，原来是转到 SWIFT 上，非常的就是灵机一动。他们现在就越来越灵机一动了。这我就是觉得很好，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分析战线的话，我觉得就是特别符合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自己呢，看清楚我们的战线在哪里，优势在哪里，当然该有的压力在哪里也是不可忽视的哈。那么从
现在美国无论是它的内乱也好，政府停摆也好，它的这个阶级分化更越发严重，以及它的这些权贵们在不断的肆无忌惮的敛财，都能看出来双方的力量差异啊是很明显的，对吧？那如果你对双方的力量差异，这是根本的国家实力，你现在要去竞争，不是说啊，以前的时候我看还有观点说，哎，川普就是为了做个局，然后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嘛，其实这个价值不大啊，我还是要说一遍，就是这个价值不大，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资产77亿美元，他能够兑现多少还是另外的事儿。他真正需要保住的是自己的权利，只有他的权利稳固，他这些钱才是他的钱。在欧美这个所谓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在于说你先有能力保住你多少钱，你才有多少钱，能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对两方的真正的国家博弈的实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你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对于我们两方在谈之前，在双方 APEC 见面之前，要不断的给对方进行的施压，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对不对？就能避免掉，比如本周一包括节前节后做一些愚蠢的操作。